乌军无人机直闯克里姆林宫，俄动用洲际导弹恐吓乌克兰，乌军攻入布良斯克，强退80公里，10万俄军集结哈尔科夫和利曼，俄罗斯最大敌人出现，好日子到头了。匈牙利自食恶果，被冻结援助资金。俄罗斯部署新核弹头空导弹。法国洛姆号侦察船监督欧盟制裁俄影子舰队。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乌军连续的大规模空袭已经进入第3天。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5月20日晚至5月22日，乌军发射了至少485架无人机袭击俄本土各地，且打击范围从之前的8地扩大到如今的11地，甚至就连在克里米亚和黑海钻井平台的俄军都没能幸免。俄防空部队在克里米亚和黑海水域上空分别击落了3架和8架乌军无人机。而乌军持续的无人机空袭也造成俄罗斯各地军事设施爆炸起火，尤其是莫斯科，不仅多栋建筑受损，当地的弗努科沃、多莫杰多沃和茹科夫斯基机场也被迫关闭，暂停了运营。甚至有目击者称，乌军无人机都已明目张胆地在白天袭击莫斯科和飞越克里姆林宫。据俄方统计数据，在过去48小时，先后有63架无人机打击了莫斯科，这让俄罗斯既紧张又尴尬。其他地区结合俄媒欧斯传和美国 NASA 卫星数据，俄罗斯位于梁赞的炼油厂发生火灾，有至少5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这里。同时，图拉 NPO SPAP 国防工厂的一个运营车间也遭到乌军至少10架无人机攻击，被完全摧毁。据悉，该工厂隶属于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是多管火箭炮、航空导弹以及重型火焰喷射器系统的制造商。目前，俄罗斯正加强守备力量，将各种防空设备运往克里姆林宫附近，如铠甲 S1 反无人机设备，甚至为了安全切断了该区域的通信，只维持电子战系统的运行。据俄方推测，乌克兰似乎准备通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压倒俄防空系统，然后打击莫斯科及其周边的军事目标，是乌克兰向俄方发出的警告，即乌克兰有能力摧毁莫斯科任何目标。随着乌克兰年产450万架无人机和大量远程无人机、无人机导弹的交付，后续乌军针对莫斯科的打击估计将愈发频繁。俄罗斯也将在缺乏足够防空系统的情况下遭受更多的损失。俄军空袭方面，经过乌克兰官方确认，在21日俄导弹袭击乌训练场的打击中，共有6名乌克兰士兵阵亡，10人受伤。希尔斯基将军表示，将立即开始调查事故责任。同样经过确定的还有俄军未发射 IS-24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的原因，已确认为技术故障，这也是该导弹自2023年来第3次发射失败。与此同时，乌克兰航空专家赫拉普钦斯基在访谈中谈及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对乌克兰影响时表示，该导弹是苏联用来对付美国和欧洲的武器，而非乌克兰。他声称，俄军发射亚尔斯导弹并非军事需要，而是出于恐惧，旨在为观众创造一幅世界末日的画面，让观众不得不相信乌克兰正濒临灭绝。实际上，亚尔斯导弹的价格昂贵且数量有限。据他估计，俄罗斯只拥有约150至160套此类导弹发射装置，但没有哪个国家会把洲际弹道技术浪费在战术任务上，尤其是在乌克兰可以借助 FPV 无人机1天内摧毁数十辆俄军坦克的战争中。而且在洲际弹道导弹的拦截方面，除了美国拥有一整套全世界最全面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外，即 GMD 系统、宙斯盾系统以及 THAAD 系统，其他国家似乎都还没有相应且成熟的拦截体系吧。即便是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建设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以色列，最近也未能拦截伊朗的部分弹道导弹。更何况，如今乌克兰的处境是每一枚爱国者导弹或 SAMPT 导弹都价值连城，因此对抗 RS-24的措施不是拦截该导弹，而是将重心放在部队现代化和获取盟军支持，以及如何降低俄战争潜力上。前线战场，乌军再次攻入布良斯克州，并深入推进80公里。据俄媒 Ostra 报道，自5月21日开始，乌军突然就向俄边境的布良斯克一带发动猛攻，战斗于当天凌晨时分打响。之后，乌克兰特种部队就与当地俄守军展开激烈交火，最终成功突破防线，开始朝布良斯克深处进发。据最新发布的战役地图显示，乌军部队一度突入杰斯纳河附近，还控制了当地维戈尼奇斯基区的一个据点。一些俄博主给出的消息是，乌军在这里遭遇了包围，
并宣称已将来犯乌军全部消灭。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俄乌双方官方的回应。由于战场瞬息万变，乌方保持静默，战况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乌军突入距离已经接近80公里，一旦确认的话，这将是近期乌军对博良斯克发动的最远且最为成功的进攻，同时也标志着继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后，乌军又攻入了另一块俄罗斯土地。哈尔科夫方向，乌军巴西集团击溃了俄军非洲雇佣兵团，并在打扫战场时抓获了7名俄军俘虏。与此同时，乌军情报总局特战队的一辆装甲车在执行任务时遭到俄军无人机打击，一只轮子被炸飞，但经验老道的乌军司机居然凭借3个轮子将车上10名乌军士兵安全运出了战场。此外，据乌克兰边防部队帕姆斯塔旅统计，其在过去1周内摧毁了哈尔科夫俄军20辆汽车设备，3门152毫米莫斯特 B 榴弹炮，1门152毫米D20榴弹炮，2门火炮以及6个燃料和润滑油仓库。随着俄军进攻行动的加剧，乌克兰北部地区卡尔迪亚军事集团发言人警告称，俄军部队已重新开始在哈尔科夫边境集结，其很可能在为大规模进攻做准备，目的很可能是前2天普京说的建立苏美缓冲区。库皮扬斯克战场，乌军日常击退俄军。其霍尔蒂察集团军报告说，俄军8辆摩托车向乌军阵地发起了冲锋，过程中乌军在小沙普基夫卡村摧毁了其中5辆，在金德拉西夫卡摧毁了剩余的3辆。在利曼战场，乌军第3军与俄第20集团军展开激战，目前战况未明。不过有消息称，俄军目前在博洛瓦至利曼一线集结了10万重兵，似乎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打通向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的通道。战场南下，俄军继续在托列茨克至红军村一线推进，不过遭遇了乌军的顽强阻击。如乌军第12亚速旅在与俄军第150师交火中，其麾下的火鸟特战团无人机营率先摧毁了俄军多辆战斗机器人，紧接着发射无人机同地面坦克与步兵协作，联手打死打伤俄军85人。又或是乌军第71、72旅、纽特旅和第55独立炮兵旅联手御敌，成功在科特利涅附近挫败了俄军轻步兵的多轮进攻。此外，乌军第54旅还通过多架 FPV 无人机协同进攻的方式，摧毁了俄军在辛特罗伊茨克耶村的弹药库。流出的视频显示，袭击造成连续的巨响，有效将削弱俄军在红军村的军事力量，阻击了对方的进攻。在南部战场，乌军无人机趁夜击毁了俄军的一套 BOK 防空系统。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该系统的 9S36雷达站已经被打掉，再无法启动工作。此外，在赫尔松州前线，亲乌克兰的游击武装 H 也展开了新一轮行动，其在当地的赫尼切斯克区成功烧毁了俄军的一辆电子战车。长期以来 ，H 游击武装一直都活跃在乌克兰的南部，这段时间更是将战斗持续升级。值得注意的是，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消息，2025年5月20日，一辆 UAZ 爱国者汽车在赫尔松州临时占领区斯卡多夫斯克和安东尼夫卡之间发生爆炸，车内4名车臣阿赫马特部队的军官无一幸存。在战场之外，俄罗斯最大的敌人出现了。梅尔茨政府虽然仅只上任不到1个月，但其表现出的对俄、对乌、对美、对欧态度却十分引人关注。对内，梅尔茨政府砸1万亿欧元改善国防和基础设施，积极发展军工，准备恢复征兵，将军队规模扩充到40万人。对外，梅尔茨政府呼吁建立属于欧洲自己的防卫体系，与英法共同研发远程打击武器，洽谈核武共享，并积极推动欧洲重新武装计划，同时呼吁恢复核电站使用。此外，梅尔茨政府还呼吁削减对匈牙利的援助，剥夺其投票权，用时积极团结英法意波、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准备在欧洲国家中发挥最大话语权。在俄乌问题上，梅尔茨政府则试图全力支持乌克兰。梅尔茨本人则警告称，乌克兰停火谈判可能会持续数月，我们不应抱有幻想。言下之意就是除了全力支持并武装乌克兰，使乌克兰处于优势地位外，将别无他法。在对美对俄问题上，德国态度十分强硬，如其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21日公开批评特朗普，在俄乌谈判中高估了自己的地位和个人实力。他称，特朗普一开始就错误地承诺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还把乌克兰领土送给俄罗斯，这让我们更难达成停火或和平。在欧洲领导人中，含有公开批评特朗普的。现在，德国官员不仅开了头，还一上来就丝毫面子不给的公开批评，
这说明欧洲已经放弃幻想，即使美国不参与，也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如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贝尔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会议期间就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德国总理梅尔茨的幕僚长托尔斯滕·弗雷还呼吁欧洲走出舒适区，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如禁止天然气和油进口，以及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等等。此外，梅尔茨曾表示，如果法律允许将没收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目前其团队正在推动欧盟探索相关的法律。从德国表现看，梅尔茨政府似乎对俄罗斯有着难以想象的仇恨和十分远大的目标，特别是在梅尔茨决心恢复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强调德国必须发挥更大作用的背景下，德国战车再次复活。当梅尔茨政府将俄罗斯视为欧洲威胁，也许俄罗斯的麻烦真的来了。从如今的 GDP 总量、工业水平、军事潜力方面来看，德国实力明显更胜一筹。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另外，对欧洲而言，目前的欧洲缺乏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法国马克龙、德国梅尔茨都在争当这个话权人，但最终无论最后是谁，一旦欧洲团结，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对乌克兰是好事，但对俄罗斯意味着巨大的不幸，他的好日子到头了。据《每日邮报》报道，5月22日，26名欧洲议会议员签署联名信函，呼吁欧盟彻底冻结对匈牙利的资助。26名议员指责匈牙利限制自由、破坏民主和法院独立，以及不遵守欧盟立法和价值观。他们在信函写道：“欧盟继续资助一个公然破坏欧洲价值观的腐败政权是不可接受的，有必要使用所有可用的法律手段，立即停止对匈牙利的所有资助。”目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因试图挑起与乌克兰的争端，导致其在国内的支持率大降。即便欧尔班向北约秘书长吕特告状，要求北约保护匈牙利免受乌克兰的侵害，也无济于事。与此同时，在对俄第17轮制裁上，匈牙利从新的没有投反对票，让对俄罗斯的第17轮制裁顺利通过。同时，欧尔班不敢再对欧盟指手画脚，其无力阻止欧盟援助乌克兰的近300亿欧元资金交付。而且因欧尔班种种举动，目前欧盟有多个成员国要求削减对匈牙利的资助，剥夺匈牙利的投票权。目前该提议已得到包括德国、爱沙尼亚以及一些北欧国家的支持。受此影响，欧盟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匈牙利想通过投票拿捏欧盟，既想要补贴又要搞烂欧盟，还不肯主动退出的想法，怕是行不通了。而且这或许只是开始，匈牙利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在美国国防情报局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中，俄罗斯的威胁等级再度提升。据报告显示，俄罗斯的核武部队正在扩张，并且已经开始部署新型具有核弹头的空导弹。这是冷战以来首次有迹象显示俄方重新引进此类武器。那俄罗斯目前有多少部署中的核弹头？据美国战区网报道，俄罗斯目前大约有1550枚部署中的战略核弹头，以及最多2000枚非战略核弹头。此外，报告还提及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了具核攻击能力的导弹与军机，以及其持续对乌克兰战争使用核威慑言论所使用的武器。不过，除非面临政权存亡威胁，俄罗斯不可能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在美军发布的2025年全球威胁评估中，唯一提到的战术或战略核导弹只有 237M 搭载的核空导弹，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吗？据推测，这很可能是现役远程导弹 237M 搭载核弹头的版本。据悉，该导弹由俄罗斯旗帜设计局研制，最初为米格31虎犬拦截机而开发，后来整合到了苏 30SM、苏 35S 以及苏57战机上。根据美方提供的资料， 237M 导弹采用双脉冲固体燃料火箭引擎，最大射程达200公里以上，其在设计之初就搭载核弹头的潜力。它的前身233就曾具备核版本 233S。 233S 于1991年服役，射程达140公里。2024年夏季，在俄国防部公开的非战略核力量军演影片中，也曾出现233的身影，渐渐引发外界对其核版本再度现身的猜测。若美国所提及的新型导弹确为 237M 核版本，那么 233S 和 237M 将成为当前全球唯二的核弹头空导弹。传统上，核弹头空导弹是为了摧毁轰炸机编队所设计，然而在现代空战中，此类武器有望于拦截难以精确锁定的隐形战机、大量无人机与巡航导弹群等目标，具有一定战术价值。至于俄罗斯何时会重启此类导弹研发与部署，还是让我们继续等待吧。
自第17轮对俄制裁展开后，法国就派遣洛姆号侦察船前往波罗的海，以探测和监视在那里活动的俄影子船队，并监督欧盟制裁实施。不过，对于欧盟的制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将尽一切手段保卫其在波罗的海的船只。要知道，在几天前，爱沙尼亚海军曾试图拦截一艘正在穿越芬兰湾国际水域前往普里莫尔斯克港的俄罗斯油轮。据悉，这艘油轮属于俄罗斯影子船队。当时，俄罗斯紧急派出了一架苏30战机，回应了爱沙尼亚军队的行动。爱沙尼亚外长马尔古斯·查赫克纳表示，这是表明俄罗斯已准备好保护其影子船队。今后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油轮还将通过欧盟水域，欧盟各国是否拦截，俄罗斯是否会强硬回应，值得我们关注。七国集团财政部长5月22日在加拿大会议后的最终公报中表示，对实现乌克兰停火的努力表示欢迎，并同意如果俄乌无法停火，将对俄罗斯极限施压，包括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七国集团财政部长还确认，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将继续冻结，直至俄罗斯停止侵略，并赔偿其对乌克兰造成的损失。据世界银行估计，乌克兰未来10年的复苏需要超过5240亿美元。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最快的措施，实现真正的停火，并建立新的安全架构。而俄罗斯方面不同意美国和乌克兰的先停火再和谈建议。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声称，呼吁无条件停火是北约为重新武装乌军找了借口。加州时间5月21日凌晨，美国空军来自范登堡太空基地成功试射一枚未搭载弹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据悉，此次试射的导弹从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随即抽取，是美军今年第2次试射同类型弹种。试射的民兵3导弹携带有一个 Mk21高避震度重返载具，高速飞行约6760公里后，成功命中了马绍尔群岛瓜加林环礁附近的目标区。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布希耶尔上将表示，这场试射凸显了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和陆基导弹部队优秀的战备状态。此外，根据美国空军的计划，其将以新型哨兵洲际导弹取代服役55年的民兵3型。但现在美官员称，民兵3可能要延役至2050年。美国国会议员上个月就曾提议为哨兵计划拨款15亿美元，另拨近5亿美元维持民兵3运作。俄罗斯国防部22日正式确认，在俄乌战争中攻克马里乌波尔和阿瓦迪夫卡的高级将领莫德韦切夫已被任命为新任俄罗斯陆军总司令。东欧国家的直升机将迎来大换血，其将从早期的苏制直升机换成美国直升机，其中捷克提议用2手的 UH-60黑鹰直升机来取代老旧的米8、米17等直升机。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大约在40年前，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还是苏联的附庸国，他们换装了大量的苏制直升机。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些直升机一直沿用至今。虽然苏联直升机颇为耐用，但是如今也迈入退役期，如米17、EC2、米8 PS、米8 MT 早在1988年就已投入使用，服役了接近40年。随着机龄的增加，这些直升机难免面临一些后勤难题，包括维修计划、备用零件有限，以及没有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支持等。尤其是包括克罗地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等国，在苏联解体之后，政治态度是明显偏向北约，他们就更希望采用北约规格的直升机，而美国黑鹰直升机最具代表性。由考塞斯基设计生产的 UH-60S-70 黑鹰直升机是当代最泛用的直升机之一，可提供空中突击、航空医疗后送、指挥和控制、特种作战和战斗支援行动。2023年，东欧直升机联盟控股公司成立，旗下拥有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等6个国家实体参与。2025年3月，该集团的领导公司之一美国的王牌航空与黑鹰的原始设备制造商塞考斯特签署协议，成为黑鹰在欧洲的授权客户支持中心。直升机联盟计划向美国陆军购买40至60架封存的黑鹰直升机，随后由王牌航空为这些设备进行现代化升级，并听取欧洲客户的意见进行修改。他们也提供飞行员培训和后续的设备维护，使这些2手黑鹰可以安全地飞行到2070年。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德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